外套要穿，进去里面再脱，懂我意思吗？男人正手把手调教，手下姑娘该如何应对客人。这是一个新项目，姑娘们将为监狱囚犯提供特殊服务。而原来的小薰怀揣着爱情和梦想，跟随男友一路去往台北，没曾想爱情让她输得无比彻底。没多久，男友就跟自己分手，跟着自己最好的闺蜜走到了一块，遭受男友欺骗，每天陪着客人喝酒喝到不省人事，让小薰从此踏入社会的恶性沼泽。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。不仅如此，为了留住回头客，阿伟重点交代：如果里面客人问你们说，妹妹啊，我出来之后可不可以找你们呢？你们要说 OK 啊，等你哦。目的便是给他们一点希望，一点幸福感。随即，小薰便接到了第一个单子，填写完客户信息，便来到接待室，简单介绍自己一番。一阵嘘寒问暖之后，男人有些迫不及待，询问他外面天气有没有变冷。小薰自然明白什么意思，四处观察一番没人，便将外套拉开，这便是客人下单的意义所在。就这样，一笔零花钱到了自己手中。可没过几天，客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，有时候1星期都没有一个。为了生存，小薰只好找到阿伟讨要说法，而阿伟则是以客户给的钱比较多，为了公平只能这样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小薰自然明白怎么回事，只好无奈离开。而这次的他接待了一位很是特殊的客人2923。小薰拿起电话后，对方却无动于衷，黯然伤神。还是在小薰的提醒下才拿起电话，可面对小薰的热情，他却一言不发，很是沉默。小薰对此无可奈何，只能用出自己的杀手锏，但男人还是无动于衷。到了晚上，心情郁闷的小薰跟着闺蜜一起逛街，当天赚到钱很快便消费完了。两人逛完街便来到阿伟这里聚餐吃饭。小薰刚坐下不久，旁边的男人就要给小薰灌酒。尽管小薰说自己不会喝酒，但男人还是不依不饶。一开始阿伟还笑脸相迎，劝说男人，可看到男人不老实的手脚后，当即怒不可言。就这样，众人不欢而散。小薰也不明白阿伟为何会维护自己。没过多久，2923再次约见小薰。小薰本以为不会再找他了，却没想到2923一眼就看出了小薰的情绪。你是真的开心吗？废话，我当然真开心啊。紧接着小薰便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，2932却根本不吃这套，要求小薰将拉链拉上。而小薰在此时提出了快问快答的游戏。就当2932问到小薰的经历时，小薰并没有回答，只是说这个问题需要讲很长时间，下次见面再讲给你听。探访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而小薰也对这个古怪的男人多了些好奇。可以偷瞄一下吗？那你之后要指定到我。女人是名特殊的应召女郎，每天服务的对象都是监狱里的犯人。当客人发出请求后，小薰四处观望后，便轻车熟路拉开衣服，露出公司规定的服装。这天，一位古怪的客人引起了小薰的注意。每次连小薰只是为了跟他聊聊天，也不会和其他客人一样提出过分要求。面对小薰的杀手锏，也是雷打不动。久而久之，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经常关心小薰的情绪。再次见面时，小薰将自己的悲惨经历全部讲给了他。2932很是不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，而小薰则是因为从小害怕孤单，缺少温暖，希望有人陪伴自己，这才不离开这里。而2932却告诉他，孤独没有不好，孤独的时候看世界会比较清楚。回到家后的小薰将这句富有深意话写到了墙上，也不再当闺蜜的跟屁虫，而是静静地等待2932的邀约。当他再次见到2932时，发现他眼角的淤青，不由得关心起他，这让2932有些许腼腆。当小薰问起他自己想找个能躲一整天还不用花钱的地方，2932告诉他可以去书店。当小薰问他哪本书最好时，男人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小薰改变了对男人的看法。你不能选择最好的，但最好的会来选择你。此话一出，小薰离开后便直接来到书店，在这安静的环境里，看着满屋的书籍，他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自此之后，他便爱上了看书。再次见到2923时，小薰将飘鸟集拿到他的眼前时，两人无需多言，相互一笑。他们二人的灵魂在此刻通过书籍有了共鸣，都期待起两人下一次的见面。而小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面前学生奋笔疾书的样子，不由得让小薰想起自己最初的梦想。现如今每天只能过着相同的生活，只有探望2932时，笑容才会浮现在脸上。可当小薰问到他有没有女朋友时，2932变得沉默起来，告诉了小薰一切。两人约好一起出国留学，可谁曾想2932的女友爱上了他最好的朋友。他不知是无法接受女友的背叛，还是太过于深爱女友，差点失去理智杀死他们。
小薰从未想到男人的经历跟自己是如此相似，对此小薰久久无法释怀，似乎他们永远无法逃出孤独者的囚笼，每天只能虚度光阴，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。此后，每当客人提出过分要求时，小薰总是冷脸拒绝，也不担心客户投诉。而2932不知为何再也没有下过单。小薰主动找到阿伟询问2932的情况，可阿伟却想要轻暴对方，好在小薰激烈反抗，才没让他得逞。而这件事情也让小薰生出了离开这里的想法。决定离开时，小薰主动去监狱探望2923。他本以为是自己问了那些事情后惹怒了2923，却不曾想是2923无法释怀自己。随后小薰便将离开的消息告诉2923，他决定复学，白天念书，晚上打工。就在这时，通话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这让男人无比紧张，却又十分期待地问道：等我出去之后可以去找你吗？而小薰则用通用话语来回答。就这样，通话时间结束了，小薰并没有立马离开，而是隔着玻璃对着男人说了几句话。女孩身体已经成熟，她穿上刚买的胸衣，又涂上捡来的口红，对着镜子就是一番摆弄。小玉从小被父母抛弃，都给外公抚养，以至于到了这个年纪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在学校也是独自一人，就连同学们都瞧不起她。小玉不明白他们为何孤立自己，甚至众人在拍照时看到小玉在观察他们，都要给她个白眼，扭到另一边继续拍照。而在学校，只有许老师会关心自己，经常在课间跟她聊天，询问她的学习进度。可还没聊几句，便被刘老师叫走了。郁闷无比的小玉只能独自来到书店，翻阅书籍，平复自己的心情。而书中提到的贴身衣物让她内心向往，当即跑到店里，店老板看到小玉是个学生，便给她推荐学生穿的款式。可好巧不巧，同学小胖在这里碰到了小玉，这让她十分害羞，连忙逃走，只留下一脸懵的小胖。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便来到卫生间试起新衣服。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让她重新拾起自信，满怀期待地来到学校。正巧徐老师看到小玉，便让她帮老师买2瓶饮料。可由于第一个自动贩卖机坏了，小玉只能跑到别处买，一来一回导致上课迟到，被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，并让她站着上课。而此时旁边的同学却偷拍了她一张照片，这让小玉有些不明所以，只好一直盯着偷拍自己的同学。等到她上厕所离开教室时，小玉趁机将她的手机拿走，来到厕所查看有没有自己的照片，随后将照片删掉，回到教室，却没曾想同学已经将手机丢失的事情告诉老师，这让老师大发雷霆，准备挨个搜索，势必将那人揪出来。查到小玉这里时，老师发现她的裤兜里有东西，拿出来才发现是一叠纸，原来小玉早已将手机处理掉。放学时，小玉忐忑地找到徐老师，想要坦白这件事情。徐老师明白小玉内心十分脆弱，便细声安慰，却没曾想刘老师突然出现，一口咬定徐老师在猥亵学生。原来学生们课间都找徐老师询问学习上的难题，而刘老师这里空无一人，这让他很是嫉妒徐老师的才华。再加上徐老师年轻，课教的也比自己好，这让他心生怨念，出此下策。而小玉早已被这一幕吓得不知所措，慌忙地跑了出去。由于长时间被同学孤立，导致小玉的内心十分脆弱，不敢说出事实真相。就这样，徐老师被学校开除，小玉也因此变得愈发孤独、自卑。